一只怀孕的松鼠突然拦住小姐姐的去路，小家伙乖巧呆萌的模样实在太可爱了，让小姐姐忍不住伸手去摸摸它。没想到小松鼠非但没有害怕的跑掉，反而乖巧的站在原地任由抚摸。不过那一脸紧张的小表情却出卖了它，看样子它也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人类，此刻也只是强装镇定而已。通常野生松鼠天性警惕，不易接近人类。聪明的小姐姐也察觉到小松鼠的异常，猜测小家伙应该是遇到什么困难了，于是告诉小松鼠可以拿些吃的喝的给它。小松鼠听到有食物后立即激动起来，随后小姐姐为它准备了一碗坚果拼盘。小松鼠见状立即扑上去狼吞虎咽吃了起来，一边吃还不忘一边往嘴巴里塞，生怕错过了这次以后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。直到将嘴巴塞得满满当当，这才心满意足转身离开。可让小姐姐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只是一次简单的投喂，今后就被这只厚脸皮的松鼠给赖上了。第二天，松鼠突然出现在小姐姐家院子，只见它紧张地站在台阶下不敢越界，用小眼神委屈巴巴地盯着小姐姐。小姐姐伸手想要邀请它上来，可小家伙就待在原地动都不敢动一下，毕竟这是他第一次上门拜访人类，心里还是有些害怕和不知所措的。直到小姐姐给他递过去一个吃的后，小松鼠立即激动地跑上前，接过食物开心地啃了起来，之后更是大胆地跳上台阶，乖巧地任由小姐姐随意抚摸自己，仿佛在说只要给好吃的，今天就是把我薅秃了都没关系。当小姐姐又给了他几次食物后，小松鼠总算放下所有戒备，彻底放开自我，接着一个跳跃大胆爬到了小姐姐的腿上。他可能也意识到眼前这个人类并不会伤害自己。随后小松鼠好奇地盯着小姐姐的衣服口袋，他发现所有好吃的都是从袋子里变出来的，下一秒竟直接钻进口袋里寻找美味的食物，然后就站在腿上抱着食物美滋滋地啃了起来。小松鼠既可爱又有灵性，让小姐姐越看越喜欢，之后每天都会带着食物来树林里找她，一来二去他们之间的感情越来越好。只要小姐姐前脚刚出现在树林里，小松鼠就会立即屁颠屁颠朝小姐姐跑来，发现有吃的就毫不客气地往嘴巴里塞，每次都将腮帮子塞到满满当当装不下为止，而小姐姐也能尽情抚摸这个毛茸茸的小可爱。这天小姐姐在家煮玉米，还没来得及去看小松鼠，没想到小家伙竟然闻着香味主动找上了门。只见小松鼠趴在门外眼巴巴地望着里面，让小姐姐有些哭笑不得，随后打开门为她准备了一碗坚果。没想到对最爱的食物小松鼠却提不起精神，原来这家伙盯上了小姐姐刚煮的玉米棒子，于是小姐姐将玉米棒子递给了他，他也很好奇小松鼠会不会吃玉米，没想到小松鼠真捧着玉米棒子啃了起来，瞅那狼吞虎咽的架势应该还挺爱吃，吃了一会儿后估计是有些噎着了，小松鼠居然趴在水杯上喝起了水，不得不说这家伙实在是太聪明了。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，小松鼠对小姐姐由原来的害怕转变成无条件的信任，如今已经敢大摇大摆跟着小姐姐回家。进屋后第一件事就是直奔好吃的而去，小姐姐不仅为她准备了美味的坚果，还有营养丰富的水果餐。现在小姐姐再也不用每天去树林里找她，因为小松鼠渴了饿了就会主动跑进来大吃大喝。之后小姐姐发现小松鼠肚子越来越大，这才终于意识到小家伙是怀孕了。原来那天怀孕的松鼠妈妈正饿着肚子，为了肚子里小宝宝们的健康，她必须摄入足够的食物补充营养，因此才会冒险拦住小姐姐的去路。如今有了小姐姐这个靠山的存在，松鼠妈再也不用每天奔波在外为三餐犯愁。小姐姐还特意在家里做了一个木质小屋，小松鼠累了困了就可以在这里休息。不过最近松鼠妈的行为格外奇怪，前段时间她很喜欢待在小姐姐的家里，并且有时候还会直接住在家里过夜，可这几天只要吃饱肚子就匆匆往树林里跑，并且又恢复连吃带拿的状态，每次都会将嘴巴塞得满满当当才离开。小姐姐本以为她是打包回去当宵夜，其实松鼠妈妈是在为即将到来的生产做准备。松鼠的孕期只有1个月的时间，每一窝大概能产4到6只幼崽。果然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，松鼠妈妈隔3差5才会来小姐姐家一次，并且每次都匆匆忙忙的吃饱肚子后就立即离开。小姐姐猜测这家伙估计已经升级为准妈妈，可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每天准备好食物，让松鼠妈妈有足够的食物哺育幼崽。之后松鼠妈妈连续消失了好一段时间。这天小姐姐发现松鼠妈突然出现在院子里，随后又从草丛中钻出3只松鼠宝宝，4双萌萌的大眼睛深情地盯着小姐姐。这一幕像极了闺女带着孩子回娘家的感觉，让小姐姐既欣慰又有些感动。只见松鼠妈妈望着小姐姐热泪盈眶，可见这段时间照顾孩子有多么的不容易。不过她知道小姐姐一定会帮衬自己，于是在松鼠宝宝能走路后便立即带了过来。自此小姐姐家又多了3只蹭吃蹭喝的小可爱，在此不得不感叹真的是万物皆有灵性啊，就是不知道等这3只小松鼠长大成家后，会不会也将自己的孩子带给小姐姐照顾呢？那时候的小姐姐又会是个怎样的反应呢？如果对动物故事感兴趣，可以来我的主页观看更多。这只水獭正在经历难以忍受的分娩痛苦，它无法忍受疼痛，不断发出尖叫声，甚至摇起了自己的手试图来减轻疼痛。然而作为罪魁祸首的水獭丈夫却还在一旁开心地吃着零食，一副事不关己，甚至还有一丝看热闹的想法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疼痛感越发的强烈，水獭坐立不安，开始痛苦的翻滚起来。宫缩引发的剧痛让她发出一阵阵惨叫。此时吃饱喝足的水獭丈夫终于赶了过来。原本痛苦的水獭在发现丈夫后，似乎找到了宣泄口，来到笼门前，朝着丈夫就是一顿骂骂咧咧。虽然她不会说话，但看着情形就知道骂的一定很难听，似乎在命令丈夫就在这陪我待着，哪也不许去。神奇的是，水獭丈夫似乎听懂了妻子的埋怨，还真就老老实实在一旁守护着。望着妻子痛苦的模样，小脸上写满了担忧。水獭丈夫也没想到生宝宝会让妻子如此痛苦，听着妻子口中不断的发出惨叫声，他感到非常的担心和自责，手足无措的钻到饲养员怀中，似乎在求助主人救救他的妻子。然而小姐姐现在能做的也只是在一旁默默守护，她安慰着水獭丈夫一定会母子平安的。突然水獭倒下，呼吸变得急促起来，她甚至出现幻觉，双手不停地抓着空气，这也意味着水獭宝宝马上就要出生了。这一幕却把丈夫给急坏了，心里默默祈求着宝宝能早点出来。在此期间，小姐姐和水獭丈夫就全程陪伴在其左右。经过了漫长的3个多小时的折磨，水獭妈妈顺利产下了2个小宝宝。刚出生的小家伙毛茸茸，看起来非常可爱。虽然刚经历过一段痛苦的分娩，但水獭妈妈此时却格外的开心。她抱着其中一个宝宝，又亲又吻，宠溺的不行。或许这是只有成为妈妈才能体会到的喜悦吧。突然她感觉到似乎哪里不太对劲，这才想起来自己刚刚生了2个宝宝，扭过头才发现差点被她压成饼的宝宝。她急忙将2只宝宝都抱到自己面前，生怕一会儿又弄丢了。然而这还是水獭妈妈闹笑话的开始，接下来她才真正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一孕傻3年。2天后，虫主直接被水獭妈妈的操作给惊呆了。只见她站在笼子外，用小手不停扒拉着宝宝。起初小姐姐还没搞明白她想干啥，接着她好不容易将宝宝弄出来后，下一秒竟叼着宝宝又转身回到了笼子里。望着地上的2个宝宝，她深深陷入了沉思。头一次感觉自己吃了没文化的亏，难道1加2不是等于3的吗？来不及思考的她又重新跑了出去，换一边又继续扒拉起她的孩子。让人哭笑不得的是，她来来回回折腾的都是同一只水獭宝宝。看到这，小姐姐似乎明白了什么，感情这家伙嫌自己生的不够多，这才想着去外面偷2只宝宝回来养。忙活了老半天后，绝望的发现笼子里还是2只后，终于放弃了挣扎，老老实实喂起了奶，直到最后都不知道偷的都是自己的崽。几天后，水獭宝宝已经学会了如何爬行。贪玩的2小只每次都会趁妈妈不注意爬出笼子，而水獭妈妈带它们回家的方式也是相当粗暴。只见她将其中一只宝宝叼在嘴里，另一只则放在身下，用爪子边推边拖。地上那只宝宝就像不是她亲生的一样，被水獭妈妈推着在地上翻来滚去，看着都让人感到有些心疼。也不知摊上这么一个妈是幸运还是不幸。为了让水獭妈妈做好月子，有充足的奶水喂养孩子，饲养员小姐姐每天都会给她准备丰盛的美食。没想到这下子却便宜了水獭丈夫。每当水獭妈妈享用月子餐的时候，水獭丈夫总会厚着脸皮跑过来一起享用。虽然现在的做法混蛋了点，但她之后确实承担起了一位丈夫以及父亲的责任。在水獭宝宝长大些没那么脆弱时，水獭丈夫就主动分担起了照顾幼崽的责任，每天带着2个孩子一起玩耍，消耗精力，给妻子减轻了不少的带娃压力。当发现妻子带着宝宝在冰冷的地上喂奶时，还会贴心的叼来毯子，示意饲养员去给自己的老婆孩子垫上，生怕老婆孩子会因此着凉生病。之后水獭夫妻也正式摆脱了分居状态。现在水獭丈夫每天搂着老婆孩子一起睡觉，真是老婆孩子热炕头，画面相当的温馨有爱。就这样，在水獭夫妻和小姐姐的精心照料下，小水獭们一天天健康成长，很快就睁开了半个眼睛，呆萌可爱的模样特别的惹人喜爱。如今2个小家伙每天就在屋子里爬来爬去，调皮的不行，似乎对外界的一切事物都充满了好奇。当看到水獭父母在美滋滋享用美味的口粮时，2个小家伙也主动凑上去想要尝2口看看什么味道。1个月后，水獭宝宝的眼睛已经彻底睁开了，2小只每天抱在一起打架，精力旺盛的不行。水獭父母则忙着干饭，压根没空去搭理他们。好在小姐姐会经常抽出时间来陪他们做游戏。现在2个小家伙也不黏着亲生父母了，每天就屁颠屁颠主动去找小姐姐玩耍，赖在小姐姐身上撒娇卖萌不肯离开，活脱脱变成了2个粘人的小妖精。照这个情况继续下去，估计要不了多久，小姐姐就会收获2个甩都甩不掉的小跟屁虫。最后祝愿2个小家伙能健康平安长大。这只乌鸦抓鱼时不慎落入冰冷的湖水中，眼瞅着已经奄奄一息，马上就快被淹死。恰在此时，一位大叔发现了它。可都说落水的凤凰不如鸡，更何况是被称为不祥之物的乌鸦呢？那么大叔会出手救助这只遇难的乌鸦吗？好在大叔并没有在意这些世俗的看法，连忙伸出船桨想要将乌鸦给捞上来。陷入绝望的乌鸦就像看见了救命稻草，于是动了动翅膀，趴在船桨上努力保持平衡，用尽全身力气配合着大叔的救援，就这样安全的来到小船上。可获救后的乌鸦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了，耷拉着翅膀，身体颤颤巍巍，看样子伤得不轻。大叔心疼的摸了摸它，安抚着乌鸦不要害怕，已经得救了。接着大叔开船将它带到草地上晒晒太阳。
只见此时乌鸦浑身止不住的颤抖，看样子是长时间泡在冰冷的湖水里把它冻坏了。缓了一会儿后，大叔一把抱起乌鸦，想要检查一下这家伙有没有其他地方受伤。要知道乌鸦性格凶悍，一向警惕人类，而他此时却老实乖巧地窝在大叔手中。或许乌鸦也明白是这个人类救了自己的小命，因此才会对救命恩人无比的信任。在察觉到乌鸦全身还是不停地颤抖后，暖心的大叔又将乌鸦放在阳光下取暖，还温柔地用双手托着他的身体传递温暖，甚至还贴心地为小家伙准备了一些食物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原本虚弱的乌鸦已经能够站立起来，可恢复体力的乌鸦并没有立即离开，而是站在桌上好奇地东瞅瞅西瞧瞧。在观察完陌生的环境排除危险后，就惬意地站在桌子上吹起了风。不知道是受伤还没有彻底恢复好的原因，还是在用某种方式向大叔表达感谢，乌鸦就一直站在桌子上迟迟不肯离开，时不时还歪着小脑袋看向一旁的大叔。大叔见状决定暂时将他留下来照顾，没想到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后，完全恢复健康的乌鸦不但没有离开，反而还彻底融入了大叔家的生活。短短几天的相处就喜欢上大叔，如今更是变成了一个粘人的小妖精，像个小跟屁虫似的每天屁颠屁颠跟着大叔，还乖巧的任由大叔随意抚摸，完全不担心这个人类会伤害自己，甚至还和大叔的妻子成为了好朋友。他似乎并不打算离开这里回归自然，而是铁了心要赖在大叔身边一辈子。当大叔夫妇不在家的时候，小家伙就独自在院子里蹦跶着到处闲逛，对这里的一切事物都充满了好奇。每到饭点，大叔就会准时给他提供丰盛的食物，乌鸦总会将第一口食物叼去送给大叔，他这是在报答好心大叔的救命恩情，将大叔认定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因此才会将认为最好的东西留给大叔。吃饱喝足后，还会凑到水管跟前舒服的泡个澡。如今不仅有硕大的院子供他随意玩耍，每天还有好吃好喝送到嘴边，再也不用为了生计四处奔波，也难怪小乌鸦不愿意离开这里。有这样无忧无虑的生活，谁还愿意去奋斗呢？乌鸦在现实生活中是很常见的一种鸟类，它们不仅聪明伶俐，并且还是益鸟。作为杂食性鸟类，其食性非常广泛，以害虫以及植物果实等为食，同时也会清理动物的尸体和农业垃圾。通过捕食害虫和清理腐肉，不仅保护了庄稼，还帮助维持自然环境的清洁。但绝大一部分人对它还是存在一定的偏见，只因它们那一身黑色羽毛和沙哑不讨喜的嗓音，就被人类视为不祥的象征，甚至是死亡和灾难的预兆。其实这完全是一种没有根据的偏见。乌鸦的智商极高，能碾压大部分鸟类，它们拥有出色的学习和记忆能力，能够轻易使用一些常见的工具，比如乌鸦喝水用石头提高水位，甚至借助车辆来碾碎坚果。通常乌鸦都是依靠着智慧来打败竞争者，而这却被说成是狡猾和诡诈。另外，乌鸦还是十分忠贞的鸟类，它们秉持着一夫一妻制的家庭观念，在繁殖季节只选择一个伴侣共同照顾后代，甚至还会举行葬礼来悼念死去的同伴。乌鸦所展现的是与人类相似的智慧和情感，然而就因为一句天下乌鸦一般黑，它们就背了许多黑锅，遭到无数人的唾弃。可以说人类对乌鸦的厌恶完全是没有根据的偏见，也是对自然界的一种误解和不尊重。好在善良的大叔不仅没有因此而嫌弃它，反而还很喜欢这个有灵性的小家伙。在察觉到乌鸦喜欢留在家里不愿离开后，大叔还特意买了个笼子送给他作为住所。不过大叔也并没有限制他的自由，他可以随时飞走去往更广阔的大自然，这个家永远都会留有他的一席之地。不过小家伙大多数时间都是待在大叔身边，他这是打算用陪伴来报答好心大叔的恩情。在此不得不感叹，真的是万物皆有灵性啊！如果对动物故事感兴趣，可以来我的主页观看更多。